未成年杀人该偿命吗？暴露在阳光下却又谈之色变的敏感话题，在这部韩国电影中有了答案。看完让人心如千斤重，却无一自言。未成年人保护法本应是保护少年，让他迷途知返，不应该成为恶魔的护身符。但当现实挑战生命的底线，法律该如何做出选择？网飞大作《少年法庭》奉上。故事开始在一个飘雪的夜晚，一个不满14岁的男孩出现在警局门口，看他表情紧张，袖口还有点血迹，警察还以为他受到虐待，可对方开口就让人震惊。제가 사람을 죽였거든요. 이걸로.从刚开始的震惊到按照男孩提供的地址找到尸体，警方都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，因为被害者只是个9岁的小学生，被杀后还被残忍的肢解扔到天台上的水塔，变态的手法，扭曲的心理。消息一出，社会上瞬间炸成一锅，因为少年仅有13岁，犯下如此大错，根据韩国少年保护法，却只需要收容所里待2年，这样的结局真的公平吗？群众纷纷喊话废除保护法，可小白在法庭上却丝毫不怕，从容不迫地交代案发全程。 줄 하나 안 까고 주 하나만 걸려봐라. 딱 그런 날이었어요. 原来男孩患有精神疾病思觉失调症，一言不合就喜怒无常。而据他描述，他和受害人在一个小区，案发当天正好犯病，受害者上前找他借手机，想给妈妈打个电话，他以烦躁为由拒绝，对方却一直讲只想给妈妈打个电话，孩子有错吗？在他眼里，对方已经被判了死刑，于是将他带回家，假装充电，实则悄悄酝酿行动。不过在回家的路上，小白说心情已经好了很多，本想打完电话就把男孩送回家，但走到屋里，看到男孩玩起他的游戏，杀意瞬间涌起，说一起玩个捉迷藏，你赢了就同意给你妈妈打电话。小男孩傻傻的相信，谁知刚躲进床底，对方就掏出充电线，将他活活勒死。 찾았다. 听完他的讲述，在场的人无一不感到愤怒，可更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凶手竟然笑了起来。 만으로 14살 안 되면 사람 죽여도 감옥 안 간다던데. 진짜예요. 와, 신나. 不满14岁真的不用负责任吗？很快，凶手的母亲赶到现场。按理说，孩子走到这个地步，父母的引导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可他妈妈不仅在审判时迟到，赶到法院的第一句就说自己孩子是无辜的，想跟孩子团聚见上一面。但法官也不是好惹的主，当场驳回他想去探望的要求。 피해자 가족과는 만나보셨습니까? 아니요. 사과부터 하세요. 很快到了第2次庭审，小白依旧丝毫不慌，似乎早就想好了应对方案。他表现得愈发不耐烦，似乎是因为精神疾病复发，拒绝回答法官的问题，还掏出一份精神疾病证明书，脸上嚣张的表情，似乎在告诉法官、告诉群众，13岁的年龄加上这些，想判刑根本不可能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面前的法官专门负责青少年案件，十分不好惹。他早就调查清小白的背景，你确实患有思觉失调症，但这种病有个特点，短时间不能集中注意力。可案发现场，也就是小白的家中，却没有半点血迹和证据，说明他当场就完成了清理工作。如果只有你一个人，这项工作根本就无法完成。 너 아니구나. 要么你的证明书是假的，要么你说的话是假的，所以小白出现的作用就是替人顶罪。听完法官的判断，他瞬间汗流浃背，即使再去嘴硬，也难以掩饰心中的不安。很快，顺藤摸瓜，警方找到案发当天的通话记录，有个叫瑞恩的17岁女高中生和他有过联系，而监控录像上还巧合的跟受害人乘坐同一个电梯。那真正的凶手是他吗？法官不紧不慢地把照片拿到小白面前，不经世事的男孩瞬间暴怒，说一切都跟他没有关系。但越是这样，就越是反常，反而给了案件侦破方向。技术科的同事很快又找到线索，小白在案发当天一直看着马路对面的方向，而好巧不巧，对面站着的人正是瑞恩。很快，法官传唤他调查笔录，但第一层阻力就是瑞恩父母跨国贸易很有钱，当天就找到了顶尖律师做陪同。瑞恩见有了靠山，嘴里一直重复着3个字：不知道，不知道。重复又机械的回答，似乎是对心虚的掩饰。但法官也没说什么，只是慢慢悠悠走到他面前。 백성우는 만 14세 미만의 족법 소년이라 형사 책임은 피했어도 너는 달라. 특정 강력범죄의 처벌에 따른 특례법 제2조 4조에 따라 법정 최고 형량이 징역 20년이거든. 물론 이미 너도 잘 알고 있겠지만 说着还拿出了电梯中的监控，本以为有了律师就能没事，但没想到法官不按常理出牌，直接用嫌疑人的身份把他扣押。
판사라고 재판도 없이 사람을 이렇게 막 가둬도 돼요? 조사해보니까 너 지난번 재판에서 5처분 받았더라. 처분 명령도 하나 안 지키고 태도도 엉망이던데. 그런 네가 그 시간에 PC방에 있으면 안 되지.很显然，女法官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，但却给了律师团队可乘之机。势力上压不过，就从舆论上下手，花钱买流量，说法官越位执法，并且翻出他以前的办案记录，试图证明他对青少年有所偏见。是真是假，没人清楚。但舆论就像一把无形的利刃，上司当天就找到女法官和他大吵一架。他愤怒地把文件摔在地上，大骂女法官不按规则办事。舆论一边倒，法官的脸面很不好看，但对方却比他还要生气。法律不就是用来约束人的吗？如果青少年失去对法律的敬畏，那么法律存在还有何意义？ 보여줘야죠. 법이란 게 얼마나 무서운지. 가르쳐야죠. 사람을 해하면 어떤 대가가 따르는지. 지 새끼 아깝다고 부모가 감싸고 든다면 국가가, 법원이 제대로 나서야죠. 义正言辞，好像当初刚进法院的自己。上司明显被他的态度说服，争取保留下他参与审讯的权利。很快，技术科再次找到线索，在小白的手机上恢复数据，发现他跟瑞恩一直聊一款私密软件，上面还有两人商量杀人的细节。从开始的不认识到现在的证据确凿，法官半点也开心不起来，因为这样的结果还会是不到14岁的小白顶罪，瑞恩无罪释放，该怎么下手？他们找到了小白的母亲，希望他能从情理下手，在法庭上让小白松口。很快到了终审现场。 법관 인생 22년 동안 소년 법정에서 이런 초호화 변호인단은 처음이네. 칭찬으로 듣겠습니다. 这次刚开庭，瑞恩以为和以前一样，只是走走过场，但没想到小白开口就咬定是瑞恩杀了人。案发当天，也是他将小孩骗回家，所以电梯中才会出现两人同框。说完这些，小白还回头看向老妈，看来果然是鼓励起了作用。这一下，瑞恩果然慌了，在庭上的回答也开始结巴，他极力否认参与杀人，两人的聊天记录也只是开玩笑。法官似乎早就料到，再次甩出聊天记录，其中有一句有很大的漏洞。瑞恩问：“你们家住在哪儿？”小白回答：“人已经杀过了吗？”这明显就不符合正常对话，再加上电梯里的监控视频，基本可以确定瑞恩就是嫌疑人。可证据越确凿，对方律师就越耍赖，开始朝向无法定罪的方向偏移，声称瑞恩有精神疾病、臆想症和暴怒症，只要感觉到自己被侵害，就会控制不住的想要反击，也就是这样才会对那个小男孩下手。律师论述完毕，瑞恩还不要脸的补刀，说自己跟这一切都没有关系，整个计划都是小白的提议。 걔가 시켰거든요. 听到这儿，小白终于控制不住，交代了案发的整个经过。当时男孩倒下时，他的第一反应是送去医院，是瑞恩强烈反对，说要做得干干净净。于是，在他的建议下，两人将男孩肢解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说出了瑞恩的作案动机，因为父母常年不在身边，听到小男孩上前接电话，还要给妈妈打。 엄마? 让他瞬间感到被冒犯，于是就有了后面的惨案。可是由于未成年人保护法，瑞恩已满16岁，不满17岁，最终只判了20年。小白作为参与者只有2年，这样的结局实在让人不知该如何去说。有人说孩子在无意识形态犯的错，后天可以教育；有人说是这孩子本来就坏，怎么也无法改变。说法还有更多，我的心中不由得五味杂陈。故事最后，我想引用罗翔老师的一段话作为结尾，以此来告诫那位可怜的少年：法律无法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，因为它本身就是无可奈何的他律。对于孩子而言，最重要的依然是培养对人对自己的尊重，但法律能做到的就是对于犯下弥天大罪的人依然进行必要的惩罚，只有惩罚才能带来改正的效果，让人知罪悔罪。